玲珑，玲珑。 王城乃至整个宿川，将被他们害得恶嫖千里，尸横遍野，民不聊生。今日臣无论如何都要杀死他，为民除害。飞天，飞天，君上，来人了！你的君上没有告诉过你，你真正当上神主的那一天，就是你作为人彻底消失的那一天吗？寄居于少女的身体，抢夺少女的生命，你只不过是一个供养神主的人生，连个怪物都不如。可你刚出生的时候就害死了自己的母亲，那天晚上在宴席墙里，你差点杀了所有人，可能连你爹都要被你害死。你不会真的以为自己是神主吧？神主就是元氏的傀儡，一条唯命是从的忠犬。你最怕天下的人对你失望了。毕竟，你那么想证明自己不是怪物。所谓神主，不过是你一厢情愿的想法。事实上，你就是个怪物。放弃挣扎吧，相信我，放弃比坚持要容易得多。放弃吧，放弃吧，放弃吧。你到底是……嘘，别说话。你做的已经很好了。
情就是这么个事情。你梦到了念光阁的人逼你使用神主力量？对，然后他就出现在你房间里了？是真的，我清清楚楚的看见了他出现在了我房间，所以我醒来以后，就以为他躲在门外。然后呢？然后，不过你大晚上堵我门口干嘛呀？还不是……听到你叫我，应该就是那个梦。你也不想想，这么晚了，我叫你来干嘛？你是不是以为我有危险？算是吧。总之，我在门口站了很久，没看见有人出入。他是不是从窗户走的？不会的，我刚刚都检查过了，窗户都是从里面反锁的。那就只有一个办法了。这就是你说的办法？你就打算在这坐一个晚上吗？没事，你睡吧。我们在这儿盯着。那我睡了。我刚刚梦到你了。梦到什么了？梦嘛，都是假的，不说也罢。元一，元一，音效。又来。已经可以随心使用神主的力量，不错，不错。你们念光阁的人是不是都很闲啊？我知道你想要什么，
不就是想让我学习神主的力量吗？躲躲藏藏算什么本事？有本事摘下面具跟我打一架！我要是你，我就不会这么嚣张。你的力量都是我教的，你凭什么觉得自己能打过我呢？不信就试试。再给你个机会，让你装神弄鬼。凡人的力量是摘不下我的面具的。那你看看神主的力量。神主在哪儿呢？就这样吗？就算是初学，这也太差了点吧。在这打算什么本事？有本事到现实中去！你这激将法也太拙劣了吧！再给你一次机会，不是想摘掉我的面具吗？这样可赢不了我，再加把劲儿。你看，这不就快成功了吗？什么人？怎么了？那个念光阁的人又来了，可是我叫你们，你们好像都听不见。我一直守在门口，并没有看到什么人。除非还是幻术。幻术。是这儿。走了。哎呀，慢点儿，公子慢走，再来。你小子，你还打算在这站多久？你跟踪我？我是怕你一出门就惹麻烦，我还得给你收拾烂摊子。我走了，别等我后悔。你也说过，这里对待女人很残忍，我得保护好无缘。哎，等我。哎哎，哎哎，等我，等我。哎呀呀，乌阳姑娘，啊，隔壁已经为你准备好了酒水。你要带她去哪儿？不用。有我在，不会让你有事的，别担心。公子请坐。啊。你看这个地方啊，看起来干干净净、漂漂亮亮的。哎呀，没想到那么可怕。你知不知道什么是青楼啊？我知道，爷爷跟我说过，青楼是对女人很残酷的地方。大概就是让女人干好多苦力，还不给吃饭，是吧？那你想想，什么样的事情
只能女人来干。什么事情？哎，哎，姑娘，你干嘛呀？公子，你不喜欢我碰你吗？我，哎，你先把衣服穿上，穿上衣服，穿上，快！没脱。哭什么呀？别哭啊！这是我第一次接客，请公子别赶我走。接客？你看着也就跟玲珑差不多大，这帮混蛋居然让你做这种事情！不是告诉过你吗？这里对女人很残忍的。还好你当年逃出去了，你要是没逃出去，岂不是？丫头，你先出去吧，啊，出去吧。公子，你想怎么样我都依你。我不是，我求你别赶我出去。哎，这是我第一次接客就被赶了出去，我以后没有办法在这里待下去了。那不更好吗？这种鬼地方有什么可待的？不是我，真的不是我打碎的。把他带下去。公子，姐姐，公子，不是他。哎呀，公子，抱歉，我们的姑娘没能服侍好您。要不，我再给您换个新的姑娘来。我们在这儿等菊浅姑娘，不用找人服侍了。啊，是。哎，刚才那姑娘不会有事儿吧？这你就管不着了。别用这种眼神看着我，怪恶心的。怎么了？现在愧疚了？当初逼着我带你来，是不是特别不是人？那你还带我进来？刚刚不是还有人说要保护我吗？我那是不知道对女人残忍是这个意思。哎，对了，你刚才说的菊浅姑娘，那是谁呀？这里的花魁，也是从那场瘟疫中逃出来的人。当时，我和菊浅是被一起送进青楼的。那个时候，最漂亮、最聪明的姑娘会被送到别的地方去教养，那里锦衣玉食，不会被打骂，更不用见客。菊浅想知道自己有没有被选中，于是打算溜进管事房间偷看名单，叫我帮他望风。但我不知道他看到了什么。自从他进去之后，就再也没有出来。之后这个人就消失了。消失了？那后来呢？没过多久，瘟疫就爆发了，我从里面逃了出来。我以为这个人死了，但直到几年前，我在竹溪府碰到了他。听人说，他是竹筝的情人，后来改了名字叫菊浅，大概是不想让人认出来吧。我也没有再找过他。这福烟楼虽然是微生宴在经营的，但背后的势力仍然是竹溪。我查了竹溪和17年前瘟疫的关系，没有线索。原来，你这几天早出晚归的，是在帮我查这个呢。谢谢啊。无缘，对不起，你在帮我办事，我还误会你跟竹溪在。行了，就你这两下子，哄哄玲珑跟银庄还差不多。
我也不是什么正人君子，不在乎你们怎么看我。那你为什么会帮我啊？你不是说过吗？在平亭，没有人会无缘无故帮你。帮你？我是想让你赶紧查清，赶紧走，省得在我家蹭吃蹭喝。你这又是什么意思啊？啊，我见君上跟银霄公子都有事忙，心里想着，银庄小姐又要来盯着我了，所以我就特别的准备了一下。啊，你看，这把凳子，是我特意为小姐准备的，请坐。家主，魏圣公，昨儿您说想要平亭最时兴的书，我特意在店里找了几本卖的最好的。好。怕小姐与我相处无趣，找几本书来为小姐解闷儿。你这是做什么？小姐昨日不是说不愿让我盯着你看吗？魏生燕，你这都什么书啊？巨骨的秘密，微生商号10年风云，还有这本《平亭秘闻之贵族婚约》，这是写我的吗？怪不得这些书卖得这么好啊！啊，简直是无聊嘛！这些书商啊，为了博人眼球，什么都敢胡写。我这就让他们全都拿出去烧了。那倒不必了，这些书里除了隐晦地提了一下我，大部分都是吹嘘你如何经商有道、白手起家。这样的书也能风靡平亭，他们就是送过来讨你欢心的吧？银庄小姐睿智，我又看见你了。真的有人会幻术吗？是。竹琪。你怎么来了？姐姐，今天我是来道谢的。多谢姐姐救了我，姐姐太厉害了，那个光呼一下，然后伤口唰的一下就好了。我原来还以为我的黑猎会找人找东西已经很厉害了，但是跟君上的神主一比，简直不值一提。那我以后能来找姐姐玩吗？可以啊。你刚刚说黑猎很会找人，那他是靠什么找的呢？黑猎可以顺着人的气味寻踪。昨天我们就是这么跟上姐姐的。
这么说，他可以知道人去过哪儿？对。就是这里。这我认识啊，那日我就是在这家茶馆被店家发现，送回卫生府的。你的气息就是从卫生府到这里。不应该啊，会不会是我中途去过那儿，但是没有追踪到呢？黑烈，沿途路过的地方只有刚才那些路，不会错。任何东西都能藏，但人的气味一定藏不了。你看，他就是那个幻术很厉害，还偷了银霄剑的姑娘。为什么跟踪我？阿姨，你先放开我了，我有东西要给你。你想要一直抓着也行。你怎么拿到的？我把剑碎开之后，就留下了一片。你能碎开星芒？但我没有恶意的，我只是想说，小心！幻境。原野，我不管你是什么人，背后有什么目的，你的幻术已经被我看穿了，赶紧收了，否则。我可没有不杀女人的规矩。好了好了好了！果然你还在这儿。我就知道你不会走开的，所以一动都没动。菊浅姑娘，您请。菊浅见过公子。见过见过。公子请坐。啊。什么时候见过啊？听闻公子一早就来到我们福烟楼，是专程来等我的？我们正好有事情。
公子也知我和竹家的关系，你既与他们为敌，如今又毫不戒备的来见我，可见是有事求于我。我猜的可对？我能看看你手臂上的刺青吗？如果我刚才没看错的话，他手臂上的刺青跟锦儿的一模一样。锦儿？啊。来吧。这。你这链子在乌烟那儿做的？里面的晶石可以帮我盖住伤疤，一样吗？几乎一模一样，除了两边这几条。你说的那个是平平数字23。23？我们每个人都是不同的，我的是23。这是什么意思啊？为什么我过世的妻子手上也会有这个刺青啊？我本不愿提起平婷的这些旧事，看来今天是不得不说了。别喝。想不到我们素来不惜儿女情长的乌园，也有护着的男子了。你还认得我？当然了，第一次在竹溪府再见你的时候就认出来了。但是你大约也与我一样，不愿再提过去的事，再见儿时旧友吧。说吧。念光阁为什么帮我恢复意识？出现在我房间里的少年是什么人？我原来以为我就够让人头大的了。我不知道谁是少年，我也不认识你们。好。我不问你这些，你先把自己的事情说清楚。为什么要用幻术困住我们？剑为什么在你手里？快说！哎，玲珑，尹霄，看住他。嗯，小心。我带你去个地方。去哪儿？我不能讲，但是我可以给你看样东西。走。所以，你们身上的刺青，是当年福烟楼为你们刺下的？如果是这样的话，为何我从来没有见过？他们只给被选中的女孩刺下这刺青。这么说，锦儿当年也是被选中的。你还记得吗？那日，你陪我偷偷溜进管事的房间。从那之后，你就消失了。是，我去偷看名册，被抓住后，我本以为他们会杀我，但没想到，他们竟带我去刺下了这刺青。什么意思啊？
那些被送走的女孩哪儿也没去，她们就在后院的角楼里。他们给我刺下刺青后，将我关进了角楼的暗室里。那你有没有见过先前被选中的女孩？我在门缝里见过一次，当时几个侍卫正在将一个女孩拖出去处死。我不知道他们做了什么，但那姑娘变得很可怕。是什么样的可怕？她骨头长到外面了，脸上的五官都看不清了。二位是来找我的吗？别回头，小心中招。神主不是一直想看清我的样貌吗？走到这儿了，为何又不肯回头呢？店家。后来平亭就爆发了那场瘟疫，你也是那时逃出来的吧？你们都能找到我这里，想必你们也猜到了吧？当年，并没有什么瘟疫，那是他们为了杀掉那些怪物的幌子。正是这个机会，我也逃出来了。可惜，即使我逃出来，也无法在那样的平亭生活。到头来，还是一样。所以你知不知道，当年选女孩的事儿是谁做的？我不知道，我只记得偷看名册那晚，我曾在房内见过一个人。他见过我后也匆匆离去，但在瘟疫蔓延的那几日，我又在街上见到过他。他只要用手指轻轻点人的眉心，人就会痴迷一样听他的控制。念光阁阁主，你比我想象中的要年轻很多。神主，你也比我想象中的要聪明些。哎，你要干什么？玲珑，神主重临，对君上来说，难道不是一件好事吗？你看，这是什么？我发现你的星芒力量很强，攻击的爆发力也很强大，唯一的弱点就是防御普通，这是它的短板。所以呢？所以我就把碎片带回来试了一下，发现用这种晶石磨成的粉末融进碎片里，就能增加它的防御。这跟念光阁有什么关系啊？没有关系啊。你好像很不高兴啊。还记得那人长什么样吗？我不记得了，我知道的也只有这么多，都告诉你们了。
也请公子日后不要再来福烟楼找我。明白。无缘，借一步说话。我们的小无缘也有喜欢的男人了。我明白了，他们当年啊，肯定是找了一些身上有异状的普通女子，把她们控制起来，为的就是让他们冒充神主。只是他们没有想到，姐儿也在里面。我分析的不对吗？什么叫身上有异样的普通女子？别说找一堆了，来，你在平亭给我找出一个古特长外边的人。黑烈，还有月灵卫。你看那些月灵族身上都长翅膀，扑啦扑啦的还能飞呢，还掉毛呢。宿川那么大，什么样的人找不出来？那你的意思是，他们被抓进去之后才变成那样的吗？不知道，但是肯定跟他有关系。你说谁啊？念光阁啊？竹溪。当然，跟念光阁肯定也脱不了干系。但17年前，为了掩盖福烟楼真相，利用瘟疫绞杀那些女孩的人，是竹溪。哎，我想到办法了。什么？我们可以利用黑烈救竹崎那个手下，让他追踪一下我走失那天到底去过哪。这样的话，不就知道念光阁在哪了吗？是个办法。不过，这话怎么有点耳熟啊？一次恍若梦境的相遇，也曾有亲密，也曾有遐隙。回首看看我们一路走来克服的一切，于是来世做朵花，还是陪在你身边。潮落潮升起，花开花又落，人也有散聚，是命中注定，早晚接受世界运行规律。是你所赠予我当下这一刻，是你所留给我的宝物，让现实变温柔。所以我要活着，要灿烂的活着，做你的花朵。